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典型双子女迪丽热巴，可盐可甜不足以形容迪丽热巴。双子座的她身上有太多的双面性，不仅限于她外表冷艳和甜美、时尚的或是古典的，还在于她性格底色里时而感性敏感，时而理性冷静的双重性。她既喜欢独处，也可以活泼地对待周遭陌生的人与事。时不时，那些不像明星的部分，属于女孩子的可爱与幼稚，就会冒出来，因吃了顿美味，或是拍了张好看的照片而兴高采烈。这些看似有些对立的特质相融在一起，成为我们看到的和没看到的迪丽热巴。迪丽热巴与自己进行自我对话和交流的次数变得多了。遇到事情后，她会先尝试着把自己从中剥离出来，站在另一个角度，再相对客观地评判问题。这种视角的转换能帮助她看清楚问题，无论是工作上的，还是关于自己的。比如长歌行，迪丽热巴一开始有些犹豫，起因是她看到一些网上的评价和议论，许多人说她外形太现代，不适合演古装，这让她有些沮丧。其实她自小就知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新疆女孩，也不认为自己特别漂亮，反而会羡慕其他女孩的美貌，心想着自己如果嘴唇厚一点，笑起来有2个梨窝，或者眼睛比较单眼皮一些，然后有个欧洲女孩式的小翘鼻，那该多好。所以当时就想着别演了，反正演了也会被大家说不好看。迪丽热巴脸上浮现出一些委屈，对吧？哪个女孩愿意听到别人说你好丑？不过在她陷入自我怀疑要放弃时，另一个迪丽热巴出现了，对她说：你为什么要在意网上的评价？评价别人外表是一件特别不礼貌的事情。每个人审美都不一样，你没法让所有人满意。你应该让他们看到你能演不一样的角色。你是演员，遇到一个好的角色，难道你不想试试？他去看了长歌行原著漫画，刚开始他有些忐忑。她是一个15、16岁的小姑娘，年龄不匹配。但随着故事的深入，她看到了李长歌不断成长的过程及成长中的转变。她渐渐为这个女孩所吸引，也爱上了这个角色。迪丽热巴有着非常感性的一面，她很容易产生共情，尤其是妈妈这2个字，一听说就能让她情感激荡。她从小就觉得妈妈特别辛苦，爸爸一直在北京工作，妈妈一个人照顾她。她不想给妈妈增加烦恼，可又总是让妈妈操劳，生病得腮腺炎。小时候调皮被刀子划到手，又有一次手抓到了电磁炉上，妈妈总是那个陪伴与安全感的存在。她也希望自己能像妈妈那样，成为一个特别温柔的人。与此同时，迪丽热巴又是非常理性且有条理的。她喜欢收拾房间，尤其喜欢整理行李，一逢出差就高兴。她会根据出差天数提前想好需要带的物品和数量，有条不紊地将东西找出来，整理打包，分门别类放在行李箱不同的位置。到了休息的酒店，或是回到家，就算是半夜2、3点，她也必须把东西从行李箱里拿出来，一件件归置好，她才能安心睡觉。感性和理性并不足以穷尽迪丽热巴身上的双重性，她是双子座。类似的对立非常多，比如她不笑时高冷艳丽，带着一些酷，笑起来则立刻柔情似水，仿佛春天的阳光能融化心灵。她能演现代戏，很容易就诠释出都市里那些时尚靓丽的女性，而在古装剧里，她又柔情万种，透着灵气，让文字中仙幻的人物呈现在观众眼前。这种矛盾似乎自小就有，比如她的3分钟热度，最早的时候学小提琴，因为在电视里看到个姐姐留着长头发拉小提琴很漂亮，心生向往，
没多久又想学钢琴，也喜欢上了唱歌，在9岁时进了舞蹈学校。其实他也挺能吃苦，特别是想到父母辛苦赚钱且不惜重金培养他，他就觉得要坚持。演戏这件事也是如此，辛苦劳累他都不怕，一演就是10年。双子座女孩热巴，性情里的灵动与双面给了她在表演里的灵气。了解乃至能把握自己的每一面，正是成长中的她的功课。循序渐进，她还有许多未知等待被自己发掘。